砰砰砰，半夜响起了敲门声。少妇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，后背渗出一层冷汗。王桂花推了推鼾声如雷的丈夫：“大柱，外头有人敲门。”醉酒的李大柱翻了个身，被子往头上一蒙，嘴里含含糊糊：“大半夜的能有谁来？八成是野猫挠门，快睡吧啊！”眼见丈夫又沉沉睡去，既害怕又好奇的王桂花用手紧攥着被角，耳朵贴近窗户纸，这么一听，院子里的老槐树被北风吹得沙沙作响，那敲门声又轻又急，像指甲尖刮着门板似的，好像是要往人的骨头缝里钻。王桂花炸着胆子摸黑下了炕，脚刚沾地，堂屋的油灯噗的一下灭了，冷风顺着门缝嗖的钻了进来，吹得他后脖梗子直发凉。呀，我的天啊！王桂花把屋门打开一条缝，哆嗦着划亮了一根火柴。院子里空无一人，昏黄的火柴光晕里，门槛外边赫然摆着一双红底金线的绣花鞋，鞋尖沾着湿泥，金钱穗子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，活像两条吐信子的蛇。王桂花两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这鞋是她熬了3宿的夜绣的，鞋面牡丹花下还藏着个桂花的桂字。3天前刚送给村东头新守寡的寡妇张翠娥。李大柱，你给我滚起来！王桂花抄起绣花鞋砸在炕沿上，金钱穗子啪的一下抽在了李大柱的脸上，说：“张寡妇的鞋咋跑咱家门口了？你半夜翻他家墙头了是不是？”李大柱噌的坐直了身子，酒劲一下子醒了一多半。放屁！老子是那种人吗？你不是那种人，这鞋长翅膀飞回来的。王桂花气得眼眶通红，抓起针线笸箩里的剪刀就往鞋面上戳。我让你送，我让你送！疯婆娘！李大柱一把夺过剪刀，摔在地上，套上草鞋就往外冲。爱信不信，这破家老子今儿还就不待了。李大柱冲出屋门，反手一甩，木门咣当一声撞上了，震得房梁扑簌簌直落土灰。王桂花瘫坐在一地碎布头里，指甲尖掐进了手掌心。3个月前，张翠娥的男人进山挖野山参，遇上了狼群，连块骨头都没有找回来。自那以后，李大柱隔3差5就往村东头跑，说是去做点好事。可如今这绣花鞋，到了晌午，隔壁孙大嫂挎着菜篮子来串门，眼珠子往院门外来回直瞟。桂花呀，不是大嫂多嘴，我昨天从打张寡妇家门口经过，听见屋里头有男人喘粗气，那声跟你家大柱一模一样。王桂花心头一颤，手里的绣花针扑哧扎进了手指头，血珠子瞬间嫣红了白绢布。她想起这半个月来，丈夫李大柱总说是腰酸腿疼，夜里翻个身都呲牙咧嘴的。有一回王桂花半夜起夜，分明瞧见大柱蹲在灶台边揉膝盖，裤腿上还沾着后山的红泥，嘎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这时候天空中突然炸了一个响雷，紧接着雨点子就下来了。王桂花顾不得这些，抄起灶台上的擀面杖就往村东头冲。雨水很快把衣服淋湿了，
王桂花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水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今天我非要扒了那狐狸精的皮不可。吱扭一声，推开张寡妇家虚掩着的破木门，王桂花贴在墙根，听见里头传来了丈夫李大柱的粗嗓门：“这根房梁都烂透了，再不换，赶明大雨一泡，屋顶准塌。”李大哥，真是拖累你了。张翠娥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，还带着哭腔。王桂花气得浑身发抖，抡起擀面杖就要踹门。忽听哐当一声响，李大柱扛着杉木梯子从后院绕了出来，裤腿脚转到膝盖，两只草鞋沾满泥浆，后腰上别着斧头和麻绳，活像个逃荒的乞丐。好你个不要脸的李大柱，你是专敲寡妇门啊你！说着话，王桂花就要扑上去厮打丈夫。这时候寡妇张翠娥抱着2岁的虎子追了出来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泥水里。嫂子，李大哥是来修屋顶的，自从俺家娃他爹走了，屋里漏雨漏个不停，娃娃总是着凉，经常整宿咳嗽，我实在没法子了，才求李大哥给帮帮忙。修屋顶？修屋顶用得着半夜送鞋吗？说到这儿，王桂花双手发抖，嗓子开始变得沙哑。李大柱这才把梯子往墙角一靠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。前天下大雨，张妹子把鞋陷落在村口泥坑里了，我顺手捞起来揣在怀里，本打算第2天还给她。结果昨天在你娘家喝多了黄汤，夜里回家掏错了兜，所以把鞋掉在家门口了。王桂花一愣，可不是嘛，昨天大柱陪着我一起回娘家，我先回来的，他留在我娘家陪着亲戚们喝酒，后来天很晚了，大柱才醉醺醺的回到了家，倒在炕上就睡了。嫂子，快别淋着雨说话了，先进屋行不？张寡妇张翠娥话音未落，李大柱黑着脸拽过妻子王桂花就往屋里推。王桂花进屋抬头一看，灶台边上堆着半袋子糯米，墙上挂着晒干的艾草，全是王桂花坐月子的时候用剩下的。张翠娥红着眼圈，声音哽咽：“李大哥说这些能驱寒，非要拿来给虎子煮粥吃。”王桂花的喉咙里像是堵了团棉花，她忽然想起来了，最近这些天李大柱虽然总是念叨着腰疼，可每天天不亮就往后山上钻，那陡坡上全是碎石头块。哦，他这是天天扛着木头瓦片上下爬呀。大柱，咱回家。王桂花一把拉住丈夫的手腕子，扭头就往外走。哎，屋顶还没补完呢。李大柱直往后退，不想离开。明天我带着工具来。王桂花头也不回。你一个人那得折腾到猴年马月啊，咱俩一起帮着妹子补屋顶。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夕阳把夫妻2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李大柱挠着头皮嘿嘿直笑，王桂花突然掐了他一把：“往后有事儿不准瞒着我了，听见没？”“听见了，听见了。”李大柱呲牙咧嘴的躲，裤兜里叮当作响，里头藏着一只梅花银簪，那是他前2天刚刚在集市上给妻子桂花定制的，还没来得及送呢，就闹了误会。第2天后晌，孙大嫂蹲在村口老榆树下，唾沫星子喷得老高。听说了吗？李大柱跟张寡妇钻一个被窝了。王桂花抡着擀面杖捉奸，结果被李大柱揍得鼻青脸肿，
放你娘的屁！王桂花挎着竹篮突然冒了出来，篮子里装着热气腾腾的菜窝头。我家大柱给翠娥妹子修屋顶，我今儿还去搭了把手呢。倒是你。边说着话，王桂花笑眯眯地凑近了孙大嫂。上个月偷偷往刘货郎的裤腰带里塞香囊，当我没瞧见？一帮婆娘哄笑起来，孙大嫂涨红着脸直跺脚。这时候李大柱扛着梯子跟了上来，眼瞅着媳妇叉腰骂人的泼辣劲儿，他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。到了晚上，月光把窗户纸照得雪白，炕头上的梅花簪子闪闪发光。王桂花摸索着簪子上雕刻着的缠枝梅花纹，忽然踹了李大柱一脚。死鬼，有这钱不如扯块花布。李大柱一把搂过媳妇，下巴蹭着她头顶那乌黑浓密的秀发。那年你嫁过来，连件像样首饰都没有，我答应过爹娘，绝不让你受委屈。王桂花鼻子一酸，想起了成亲那晚，这憨货举着豁口的粗瓷大碗发誓：桂花，我李大柱但凡有一口粥，肯定让你先喝。窗外院子里微风掠过，新收的稻谷堆成了小山包。两只猫头鹰蹲在老槐树枝上，看着屋里的两个人影渐渐叠成了一个。